在遥远的雪域高原，有一种神奇的药材，被誉为软黄金，它就是冬虫夏草。这种药材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汲取着天地之精华，拥有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奇效，自古以来便被医家奉为至宝。冬虫夏草的价格之高，常令人啧舌。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优质的冬虫夏草每克价格可达数百元，而一根上等的新鲜虫草收购价通常在100元左右。它不仅是一种药材，更是一种象征财富的符号。然而，这份天赐的财富并非轻易可得。在这片苍茫大地之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他们被称为虫草人。他们年复一年的在这片神秘而严酷的土地上追逐着自然的馈赠。以苏鲁乡的虫草农为例，他们为了采集虫草，风餐露宿，有时1个月的收入可达100万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虫草人的世界，探索他们与这种珍贵药材之间的不解之缘，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财富冒险。在遥远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雪线之上，隐藏着一种被称为雅杂贡布的自然奇迹——冬虫夏草。它是一种自然界的奇迹，它既非纯粹的植物，也非纯粹的动物，而是一种昆虫与真菌的共生体。每年夏季，它的籽座破土而出，犹如小草；到了冬天，又藏身土中，形似老蚕。这种独特的生物现象，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赋予了药用的神秘色彩。岁月流转，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在现代市场中被重新发掘和推崇。在中医学的宝库中，它以其温和的药性被誉为东方珍宝。它不仅能够补肺益肾、止咳化痰，对于体虚多病、肺肾不足的人群更有着显著的补益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也揭示了冬虫夏草中的多种活性成分，虫草素、虫草酸、多糖等，它们赋予了冬虫夏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调节心血管功能的药理作用。随着现代人对健康和养生的不懈追求，冬虫夏草因其稀缺性和保健功效，价格不断攀升，成为了高价值商品的代表。据2023年数据显示，优质的冬虫夏草每500克的价格竟可达几十万元。这样的天价不仅吸引了众多商人的目光，更让采集冬虫夏草成为某些地区农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虫草市场的繁荣也带动了对虫草采集者、虫草人的需求激增。每年春季的4月底至6月底，高山草甸上便会涌现数以万计的农牧民，他们怀着对珍贵药材的寻觅之心，深入雪山之中。这段时间过后，冬虫夏草便会长坏，在当地人的话语中，它们变成了烂草，失去了药用价值。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每年都有超过6万多人，有时甚至达到10万余人，他们进入大雪山里采集冬虫夏草，这2个月的产值可达8亿多元，几乎占了理塘县2023年的 GDP 值的1/4。放眼全国，虫草产值更是高达300多亿。虫草人通过采集冬虫夏草获得的收入，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收入对于虫草人来说，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收获，更是一种生活的保障和对未来的希望。尽管采集冬虫夏草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性，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珍贵馈赠，却让无数农牧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投身于这场追求财富的劳作之中。每年4到6月，四川理塘的山谷间便迎来了1年1度的虫草采集季，这不仅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更是当地居民经济来源的重要时刻。阿家沟，理塘最大的虫草产区，此时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淘金者，他们的到来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阿家沟的车队已经排成了长龙，准备深入更远处的大山。淘金者们在主营地的小卖部匆匆吃过早饭，便携带工具踏上了寻找虫草的旅程。山谷中，藏族农民的身影随处可见，留守营地的妇女带着孩子在附近的山坡上寻找，而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则选择挑战更远更高的山峰。虫草人的劳作并不复杂，却需要耐心和细致。他们抡起锄头，在草边上约15厘米的地方砍了下，
一大块土连着虫草被抬了起来。拿走虫草，把土和其他草再盖上，这个虫草就算挖完了，就这么简单。通常他们对于已经采摘的地方都会进行回填，他们深知只有保护好这片土地，来年才能再次迎来虫草的丰收。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便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虫草人们无处躲藏，只能任由雨水淋湿了衣衫，但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歇，依旧在雨中坚持寻找。不久后，乌云散去，太阳又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多变的天气，无论是雨雪、冰雹还是烈日，都无法阻挡他们寻找虫草的脚步。午后，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重新投入到了挖掘中，每个人都希望在这个季节里收获更多。傍晚时分，人们带着一天的成果汇聚回营地，那里的热闹与温暖与山中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营地的路口，虫草商贩早已等候多时。采集虫草的村民会带着装有虫草的小盒子和虫草商贩讨价还价，有人洒脱地将虫草快速出手，也有人会为了每根虫草多几元钱或少几元钱而开心或者争吵。下山的虫草按照不同的规格和等级，在营地里直接交易，最贵的可以卖到60-70元，甚至上百元一根，便宜的也能低至10来块钱。每天这里都会有数百万的交易在这个山谷里面，一个人每天平均采集10多根虫草，一天也有上万根，按照均价30元算，至少也是300万的流水。这里常驻的阿加沟警务站副站长感叹道：卖掉虫草后，人们轻松地钻进自己的帐篷，生火做饭，围着火炉享受片刻的宁静。营地里的小卖部也开始热闹起来，他们卖着副食品和日用品。这些小卖部散落在营地中间，帐篷敞开，迎接归来的虫草采集人。还有零星的路边摊，摆放着蔬菜、肉、衣服和烧烤等。在礼堂，许多人的生活与虫草采集息息相关。每年这个时候，当地酒店老板都表示，他的员工往往会在这个季节请假，去山里挣一笔快钱。贡虾洛珠一家便是这样的典型。他们居住在曲登乡，依靠采集虫草来增加家庭收入。每年4月底，贡虾洛珠会离开他在县城建筑工地的工作，加入到采集虫草的队伍中。尽管工作艰辛，但收获的季节总是充满希望。他平时在县城打工，一个月挣3-4千元，但采了1个多月虫草，他总共挣了2万多元，这相当于他全年打工的收入。与贡虾洛珠同行的恩珠夫妇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将3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亲戚，每天清晨6点便从帐篷出发，步行2小时到达采集点，直到傍晚6点才返回。他们的背包里只有水和干粮，午餐十分简陋。尽管运气好时，他们一天能挖到30多根虫草，但最少时却只有3-5根。今年的虫草采摘量不如去年，这让恩珠夫妇感到忧虑。在不挖虫草的时候，他们选择在家放牛，尽管家里有10多头牦牛，但3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让家庭负担沉重。尽管如此，夫妻俩1个多月的虫草采集收入还是勉强足够支撑1年的生活开销。次波，38岁的芒康村村民，他的生活与大海边的渔民相似，将一生投入到了采集虫草这一传统职业中。自小，次波就跟随长辈上山，学习寻找和采集这种珍贵的高原药材。除了放牧牛群，次波并未涉足其他工作。在芒康村，他以精湛的采虫草技艺著称，成为了当地最出色的采虫草人之一。然而，今年的虫草采摘收成并不理想，他不得不在6月8日就下山，比去年提前了半个月，收入也大幅减少，这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担忧。扎西的家坐落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县的博美乡波罗村，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村民们世代以务农和采集为生。扎西作为采虫草大队中的一员，他的生活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在虫草季节之外，扎西一家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朝拜神山、圣湖，围绕寺庙转经，祈求自然的恩赐和
和神灵的庇护。在农闲时期，扎西也会四处打零工，帮助建造新的寺庙或民居，以补贴家用。他们还会上山采集食用菌和草药，拿到当地市场上换取生活所需。扎西通过采卖虫草积累了一定的收入，使得他能够从偏远山区搬到设施更完善的理塘县城。在新环境中，他的4个孩子得以进入当地优质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扎西曾考虑让孩子追随传统成为喇嘛，但随着对外界认识的加深，他意识到正规教育的重要性。如果孩子们将来选择精神修行，扎西也会尊重并支持他们的决定。然而，虫草的采集越来越困难，数量的减少使得这份传统的生计变得充满挑战。过去，家附近的山上便能找到虫草，但现在，扎西和村民们不得不提前在4月准备充足的物资，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旅程，翻越崇山峻岭，进入人迹罕至的地区寻找虫草。那里的天气变幻莫测，危险无处不在，许多朋友在采集过程中不幸受伤，甚至有人失去了生命或留下了终身残疾。尽管采集虫草并不是一件易事，会遇到很多的风险，但是虫草生意的巨大收益吸引着原产地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在尼泊尔的偏远山区，冬虫夏草的采挖季节到来，苏加拉尔一家带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计的希望，开始了前往高山草甸的旅程。他们以传统的祈福方式，祈求山神保佑平安。随着采挖者的离去，村庄变得空旷寂静。村民们携带必需品，踏上寻找虫草的路。春季的多波山脉虽然生机勃勃，但也隐藏着危险。学校、公共部门和寺庙都暂时关闭，整个社区都投入到了这场为生计而进行的迁徙中。在海拔3800米的营地，生活变得简朴，采挖者们专注于寻找虫草。尽管补给品运输艰难，但大家依然保持着乐观。孩子们在雪地中找到了自己的娱乐方式。不幸的是，营地中也有悲伤，一位村民因意外坠落悬崖，村民们尽力抢救，但最终只能等待他的家人到来。尽管如此，生活还需继续，村民们继续讨论采集技巧，因为虫草越来越难找。经过2个月的努力，苏加拉尔一家成功采集了大量虫草，并以高价卖给了收购商，确保了1年的重要收入。在尼泊尔的高山之上，每一个虫草季节都是对勇气和坚持的考验。尽管风险重重，但虫草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让苏加拉尔一家和无数村民依然年复一年地投身于这场与自然的博弈之中。在尼泊尔，冬虫夏草的收购价格波动剧烈，这种波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国际贩子们看准了这一点，在尼泊尔北部地区设立收购点，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大约每公斤7000到1万元人民币，从当地村民手中购买虫草。然而，这些虫草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价格便翻了几倍，可达到3.5万至4.7万元人民币。这一巨大的价格差异揭示了冬虫夏草在尼泊尔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的丰厚利润空间。丹禅德拉，一位精明的虫草商人，在这样的季节里尤为忙碌。为了在山上收购这些珍贵的货物，他需要筹集大量的预付款，涉及数万欧元的资金流转。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活动，更是对自然馈赠的一次大胆投资。在这个虫草季节，他成功收购了10公斤的虫草，而这些虫草在药店里的售价可能高达30万欧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尼泊尔人来说，相当于300年的收入。为了确保这批珍贵货物的安全，丹禅德拉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证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加德满都，完成下一阶段的转运。丹禅德拉的收购活动为出口商提供了稳定的货源。据当地出口商介绍，自1998年以来，虫草的价格已经从每公斤2万到2万5千卢比飙升至现在的100万卢比，虫草生意变得非常火爆。他们将这批虫草出口到了香港，那里不仅市场需求巨大，而且利润空间也相当可观。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统计，中国冬虫夏草的出口量为 1.35 吨，出口金额达到 2016.09 万美元，平均出口单价约为14934美元每千克。
特别是在中国香港市场，冬虫夏草的出口量和出口金额占据了总出口规模的主要部分。2023年全年向中国香港出口的冬虫夏草量为 2.43 吨，出口金额约为 4280.59 万美元，平均出口单价为 17651.92 美元每千克。然而，在冬虫夏草带来的经济繁荣背后，采挖和收购活动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容忽视。首先，虫草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采集者必须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低氧、严寒等极端气候条件。他们常常需要在清晨出发，日落才能休息。长时间的户外劳作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此外，采集过程中还可能遭遇自然灾害，如雪崩、泥石流等，这些都给采集工作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其次，虫草的稀缺性使其采集更加困难。许多地区的虫草采集者都表示，过去10多年来，山上的虫草越来越少。以往，他们一天可以采摘300-400根虫草，但到去年，每天只能采40-50根。今年最好的时候，他们只能采到20根。采挖给冬虫夏草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采挖季结束时，几乎所有可能生长冬虫夏草的地方都被人翻过了。人们见到冬虫夏草就会挖出来，这已经超过了其再生的速度。随着资源的减少，采集者需要覆盖更广的区域，深入更加险峻的地方进行寻找。这不仅增加了寻找的难度，也提高了安全风险。品质好的虫草往往生长在靠近河流等危险地带，一旦发生意外，生存几率极低。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与监管，冬虫夏草的采挖和收购活动通常处于无序状态，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几年前，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过度垦挖，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15万公顷，而河南省的耕地面积为687.1万公顷。2015年5月 ，CCTV 13套新闻直播间报道，贵州某地山里出现虫草，3万多亩的森林遭到破坏。在尼泊尔，冬虫夏草的收购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如在虫草中填充杂物或使用其他欺诈手段。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对冬虫夏草的市场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面对这些挑战，各产地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例如，西藏自治区出台了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规范了冬虫夏草的采集秩序，并强调了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要求采集人员在采集过程中必须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不得破坏草原植被和其他珍稀植物，同时也要做好生活垃圾的处理。青海省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以期实现冬虫夏草资源的有序、永续利用。尼泊尔的情况则相对复杂，由于政治和监管上的挑战，冬虫夏草的采挖和贸易在尼泊尔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状态。尽管如此，尼泊尔当地政府和社区也在努力采取措施来规范采挖活动，比如通过收取采集许可费用来管理采挖者，并尝试通过巡逻来防止过度采挖。此外，两地正致力于提升采集者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确保采集活动后能对区域进行统一清理，同时加强对草原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行动虽然初见成效，但在冬虫夏草的采挖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市场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已经迈出了环保的一步，但保护自然资源的道路仍然漫长且充满挑战。虫草带来的巨大收益极具诱惑力，如果是你，是否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哦。本期内容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